原来安全感是最强大的吸引力。这个理解不是我从书上学来的，而是在人来人往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体会。以前的我一直以为吸引来自用力，来自表现，来自证明，来自把自己调整成别人会喜欢的样子。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稳定，看起来成熟，看起来什么都撑得住。可是在那些努力的背后，我其实很不安。我害怕被取代，害怕不被需要，害怕一松手，世界就不再站在我这边。那样的我吸引来的往往也是不安。关系里有拉扯，机会里有试探，连好事发生都伴随着压力。我那时候还不懂，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我内在一直在求证。直到有一段时间，我什么都不想证明了。不是放弃，而是累到不想再用紧绷换取认可。我开始做一件很安静的事，我把注意力放回自己，放回呼吸，放回感受，放回那个其实一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地方。我开始学着不急着回应，不急着解释，不急着抓住。慢慢的，一种很深的稳定在我身体里出现，不是自信的高昂，而是一种我在这里，我没有要逃的感觉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，它是一种状态，是一种你不需要讨好，不需要比较，不需要随时准备被抛下的状态。而当我站在那个状态里，世界的反应真的不一样了。人靠近的方式变得温和，机会出现的节奏变得自然，关系不再测试我，生活也不再逼我证明。我才明白，真正吸引人的不是你多厉害，而是你安不安心。当你安心，你不会急着抓住谁，也不会害怕失去什么。那样的你会让人放松，因为你不需要从别人身上拿走安全感，你已经有了。原来安全感会让能量稳定，而稳定本身就是一种邀请，邀请真诚，邀请对等，邀请那些不需要拉扯的关系。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什么都没做，却总是被靠近。不是运气，而是他们站在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位置上。现在的我不再急着吸引什么，我只在意我是不是安全地待在自己里面。因为我已经知道，当内在稳了，外在自然会回应。不是因为你想要，而是因为你值得信任。原来真正长久的吸引力，不是来自渴望，而是来自一种我在这里，我不慌，我不缺的状态。那样的你不需要用力发光，因为安全感本身就会让对的人自然走向你。原来安全感是我给自己的默默承诺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某个被拥抱的瞬间出现，也不是在一切终于安稳之后才明白，而是在我一次一次对外寻找依靠却感到失落时，慢慢浮现。以前的我一直把安全感放在外面，放在关系里，放在角色里，放在只要我够好，世界就不会抛下我的期待里。我很努力，努力被需要，努力被肯定，努力成为那个不会被放弃的人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越努力，心里越空。因为那种安全总是有条件的，只要表现不好，只要状态不稳，只要我慢下来，它就会动摇。我那时候还不懂，不是别人给的不够，而是我从来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外在崩塌，而是一种很深的疲倦，来自于长期
把自己交给不确定的外界。那一次，我没有再问谁会留下，也没有再确认我够不够好。我只是很安静的对自己做了一个决定。我说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。那不是誓言，也不是口号，而是一个很低调的承诺。我开始在不舒服的时候，不再急着修正自己；在被拒绝的时候，不再立刻怀疑价值；在感到孤单的时候，不再用忙碌把自己推走。我选择留下来，陪着感受，陪着不确定，陪着那个以前总是被我忽略的自己。慢慢的，一种新的稳定在心里出现，不是因为一切都好了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就算不好，我也不会抛下自己。我才明白，安全感不是没有风险，而是在风险里，你依然站得住。不是因为有人接住你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先接住了自己。那之后，我对世界的态度悄悄改变了。我不再用害怕去靠近，也不再用委屈换取位置。我开始选择那些不需要我缩小自己的地方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强硬，而是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不动的锚。我发现，当我对自己有承诺，世界反而不再那么需要防备。关系变得自然，选择变得清楚，连拒绝都不再那么痛。因为我知道，不被选择不等于被否定。我已经先选择了自己。原来真正的安全感，不是被谁保证未来，而是在此刻，你对自己说，我不会离开你。那是一种很安静，却很坚定的力量。它不需要被看见，也不需要被证明。它只是在你每一次不再背叛感受的时候，默默存在。现在的我，不再急着抓住安全感，因为我已经知道，它不是外界给的回馈，而是我每天如何对待自己的累积。原来安全感真的不是什么华丽的东西，它只是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自己做出的那个选择。选择不抛下，选择不否定，选择在动荡的时候，依然站在自己这一边。而这个默默的承诺，不需要任何人见证，它已经足够让我在世界里稳稳地活着。真正的支持来自内心的稳定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有人替我撑住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我一次次期待外界，却又一次次感到失落之后，慢慢长出来的。以前的我很渴望被支持，渴望有人动，有人站在我这边，有人在我不确定的时候告诉我没关系。我以为那样我才走得下去，所以我很在意回应，很在意态度，很在意别人是不是愿意替我分担一点重量。但现实并不总是那么配合。有时候我最需要的时候，世界刚好很忙。有时候我已经很努力说明，却还是被误解。那样的时候，我感到特别孤单。不是因为真的没有人，而是因为我把力量全都交出去了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当我把支持放在外面，我就会一直处在等待。等一句肯定，等一个回应，等一个让我安心的讯号。而只要那个讯号没有出现，我整个人就会开始动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不是因为事情太大，而是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我一直在向外要力量，却从来没有好好站在自己这一边。那一次，我没有再问谁能帮我，也没有再确认是不是有人支持。我只是很安静地回到自己。我问自己，你现在站得住吗？不是问未来，也不是问结果，而是此刻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得到任何保证，却感觉到一种很真实的稳。
不是因为我什么都想通了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在逃。我留在感受里，留在不确定里，留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当下。慢慢的，我发现一件事：当我内在稳定，我不再那么需要外界的及时回应。不是因为我不在乎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再把自己交出去。我开始自己承接感受，自己消化不安，自己陪着那个以前总是被我推走的脆弱。那样的陪伴，没有掌声，没有证明，却让我一步一步站得更实。我才明白，真正的支持不是有人替你扛，而是你能不能在没有人的时候依然不倒。不是因为你很坚强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和自己对立。当内在稳了，外在的风就不那么容易把你吹走。你依然会在意，依然会感受，但不会因此失去中心。我开始发现，当我内在稳定，世界对我的态度也慢慢改变了。不是突然有人出现，而是我不再用匮乏去靠近。关系变得自然，互动变得平等，连帮助出现的方式都不再让我感到欠。因为我不是从空洞里伸手，而是从稳定里选择连结。原来支持真的不是外界给的条件，它是一种状态，一种你知道，不管有没有人理解，你都会陪着自己的状态。当你有了这份稳定，你不再急着被拉住，也不再害怕被放开。你站得住，世界才站得近。现在的我不再追着支持跑，我知道，只要我内在不散，路就不会断。原来真正的支持，不是来自多少人站在你身后，而是来自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刻，稳稳地站在自己这一边。那样的稳定，不吵，不张扬，却足以撑起你想走的所有路。真正的力量，是内在不再分裂。这个理解，不是在我变得更厉害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我终于停止和自己对立的那一刻，慢慢浮现。以前的我，其实一直活在分裂里，一边想要前进，一边又害怕失去，一边渴望被看见，一边又急着把自己藏起来，一边告诉自己要坚强，一边却在深夜里偷偷崩溃。那样的我，表面上很努力，内在却一直在拉扯。我每天都在做决定，却没有一个决定是真正轻松的，因为每一步都像踩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。我以为那是成长的代价，是成熟必经的矛盾，却没发现，真正耗尽我的，不是困难，而是内在的对抗。我用一半的力气往前，再用另一半的力气把自己拉回来。我责怪自己不够果断，却没有问过，是不是我从来没有站在同一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外在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不想再一边活着，一边否定自己。那一次，我没有逼自己想清楚，也没有急着修正哪个部分，我只是停下来，诚实地看着内在。我看见那个想前进的我，也看见那个害怕受伤的我。我没有在选边站，没有在说谁对谁错。我第一次对自己说，你们都没有错。那一刻，内在突然安静了一点，不是因为冲突消失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强迫其中一个消失。我开始尝试让感受和理性站在同一个位置，不是压过情绪，也不是放弃思考，而是让他们彼此听见。当我不再用理性否定感受，感受也不再用情绪干扰判断，他们开始合作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某一个部分变得特别强，而是所有部分终于不用互相攻击。
我不再一边想要，一边羞愧，不再一边前进，一边自责，不再一边相信，一边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天真。内在一旦不再分裂，能量就会回到中心。我不需要更多努力，只是少了内耗。那种力量不是爆发型的，而是一种很稳的存在感。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说话更笃定，行动更一致，就连拒绝都不再带着歉意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冷漠，而是因为我不再背叛自己。我才明白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不够强，其实只是太分裂。一旦你把力量用在对抗自己，就没有剩下多少可以用来生活。而当你愿意停止内在战争，把自己重新站在同一边，力量就会自然浮现。你不需要变成别人，也不需要消灭某一部分的自己，你只需要不再逼任何一个内在声音消失。当你允许整个自己存在，力量就不再四散，它会集中，会稳定，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支持你往前。现在的我不再追求那种看起来很厉害的强大，我更珍惜这种内在一致的状态，因为我已经知道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撑住一切，而是不用再和自己对打。当内在不再分裂，你不需要用力，人生也会站得住。那不是奇迹，而是一种终于回到自己的状态。原来真正的力量一直都在，只是等你停止内耗，它才有机会完整的出现。真正的力量是内在不再分心。这个理解不是在我变得更专注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我终于发现自己一直把力量耗在不必要的地方。以前的我很容易分心，不是外在的干扰，而是内在的拉扯。一边走着这条路，一边想着另一种可能，一边做着选择，一边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，一边投入，一边又偷偷为退路做准备。那样的我看起来什么都在顾，其实什么都没有站稳。我的心同时待在好几个地方，待在过去的后悔里，待在未来的担心里，待在别人的期待里，却很少真正待在此刻。我以为那是聪明，是多方考量，是为自己留余地。后来才发现，那其实是一种不信任。不信任自己现在的选择，不信任此刻的感受，不信任我能承担这一步所带来的结果。于是我的力量被分散，每一个行动都带着保留，每一个决定都留着退缩的空间。我努力了，却总觉得不够有力，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心从来没有完整的站在同一个方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不想再一边走一边怀疑自己正在走的路。那一次，我没有再逼自己想得更周全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小的选择。我把心收回来，不再同时想着如果失败怎么办，不再一边前进一边想着替代方案，不再用分心换取虚假的安全感。我对自己说，此刻我就在这里，不是永远，也不是一辈子，只是现在。就在那样的收回里，我第一次感觉到力量，不是冲刺的力量，而是一种集中。当内在不再同时跑向不同方向，能量自然聚拢。我开始做事不再那么拖拉，不是因为我更自律，而是因为我不再一边做一边否定。我开始说话更清楚，不是因为我更有自信，而是因为我心里没有同时反驳自己。我才明白，真正消耗力量的不是外在的挑战，
而是内在的分心。当你一边想要，一边害怕，力量就被拉成两半。当你一边前进，一边回头，脚步自然不稳。而当你愿意暂时放下那些如果，放下还没发生的假设，把注意力完整的放在此刻，力量就会出现。不是因为未来确定了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在把自己撕开。我现在才懂，专注不是逼出来的，它来自于你愿不愿意相信此刻的自己已经足够。当你不再用分心保护自己不被失望，你反而有能力真正走好眼前这一步。原来真正的力量不是同时顾很多方向，而是让心有一个安静的着落。当内在不再分心，你不需要更用力，你自然会走得稳，说得清楚，做得踏实。那不是因为你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把力量完整的收回来了。原来真正的前进是先停下来。这句话以前的我听不进去，因为在过去的逻辑里，停下来就等于落后。只要一慢，心里就开始不安；只要一停，脑袋就不停质问，是不是不够努力？是不是少做了什么？我把前进和速度绑在一起，走得快才算有在动，一直忙才算没有浪费时间。所以我很少真的停，就算身体坐着，心也在奔跑，再想下一步，再补救上一个选择，再担心还没发生的未来。那样的我看起来一直往前，却常常感觉不到方向。我走了很多路，却越走越累。不是因为路太远，而是因为我没有确认自己到底要去哪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，不是被阻挡，而是内在先按下了暂停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站在原地，没有感觉脚踩在哪，没有听见自己在急什么，更没有问过这样前进是不是我想要的。于是我第一次不是被迫，而是主动停下来，没有计划，没有策略，只是让自己暂时不往前冲。一开始很不舒服，空白浮现，焦虑冒出，那个一直靠速度撑住的安全感突然不见了。我很想立刻再走，再做点什么，好让自己安心。但我没有，我留在那个停下来的状态里。我开始听见那些一直被我忽略的声音，疲惫在说话，抗拒在提醒，渴望也慢慢浮现。我才明白，原来我不是不想前进，而是我不想再用错的方式前进。停下来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把注意力从外在的追赶收回到内在的感受。当我停下来，很多事情突然清楚了。哪些方向只是因为害怕停住，哪些选择其实早就不适合我。那些答案，如果我一直往前跑，是永远看不见的。我才懂，真正的前进不是连续的动作，而是一种对齐。当你方向不对，走得越快，离自己越远。而当你愿意停下来，重新站好，重新呼吸，前进反而不再需要用力。后来的路没有突然变轻松，但变得踏实。我不再一边走一边怀疑自己，我不再用速度证明我没有停滞，因为我知道我每一步都踩在自己身上。现在的我不再那么害怕停下来，我知道那不是倒退，而是校准，不是逃避，而是回来，回到感受，回到节奏，回到那个真正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状态。原来真正的前进不是逼自己一直往前，
而是在该停的时候愿意停下来，让方向出现，让力量回来，让下一步不再是慌乱中的延续，而是清楚之后的选择。当我懂得停、前进，反而不再迷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